如辛苦啊！吃饱饭，早歇息啊！如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哎，劳烦盛仙儿。记好了。来。 劳烦盛仙儿，多谢盛仙儿。如辛苦，如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，早歇歇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罪臣慎文琪见過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是君。太湖鱼高，禍患连年，辽遣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，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 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。 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琪跪听。罪臣慎温琪，恭领王教。 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，晓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。可又補缺內供奉，全知溫州軍府事，親服於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温琪，参見大王。 这几年在太湖邊上吃了不少苦頭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壩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飯，臣是文官還能多上1條魚。無政務之煩難，無案牘之勞形，每日裡為兒郎們寫家書，教他們識些文字。陶淵明採菊南山。 日子也不過如此了。這是馬院姑閒置了他們。罪臣不怨大王，是不怨，還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內衙軍是做事，在遼遣都也是做事。 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於願已足，沒什麼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風範，倒是姑有些小家子氣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溫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？ 歐陽寬貪比不能事物，量狹不能容人。在王都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為州縣親民官，則必壞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誅之，不為譏諷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當年之風。
你說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遲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丘公玉卿，国中二君子，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下官6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過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季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。当年在杭州献王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6州的民生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個不管不顧的宗室少年嗎？即使已經擔了這天大的干系，此時想要歇息，卻是已經遲了。便是戰事終了，江東南面的行營撤了，郎君也自然會接到新的差遣，還想似往日那般無憂無慮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歡喜，又能如何？這般實誠也太不唏噓人了。還有，州縣的這些華官胥吏，實在是一個讓人省心的都沒有。你稍稍鬆鬆眼睛，便能弄出來一大攤子爛事來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來不是個勤快的，可這段日子，我是連大口氣都不敢喘呀。真不知道王兄這6、7年的時間是如何熬過來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難處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銳剛憲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謂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難免會事必躬親，日子長了，難免於聖功有損。誰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說，還要置先生於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內都監使嗎？做了官還要做生意，將一個州的糧食全都賣光了，壞了4個縣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樣是信重任用，哪裡有明銳剛憲的樣子？你殺了歐陽寬，朝廷中書亂作了一團。1日之內，御史台10幾位御史彈章連上，參合你跋扈擅殺，專權任性。大王七郎君與中書諸相公皆壓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為何連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
請先生过目。這是什麼？溫州闕稅使、營田使、4縣縣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符匾供狀。既是證據確鑿，為何不上奏？哎，這一來嘛，戰事還未曾終了，官府的事還需有人來做。砍了一個知州也就罷了，若將這30幾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時間也補不上這麼多空子呀。捏着這些東西在手裡，不怕他們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們膽大妄為，繼續伸手。正所謂使功不如使過。這其二啊，這些證據裡，樁樁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时給遞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說不定讓那賊子弄了幾句言語，在王兄駕前便糊弄了過去，那豈不是白費一番功夫？待得戰事終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這些證據，當着文武百官，當面奏於王兄，說不定可將此賊一舉扳倒。先生以為不妥？郎君籌算的固然精當，卻須知，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別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？郎君眼下的差遣是東南行营官军容使、6州都轉運使，提舉行营糧秣甲賬輜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使是屬户部博弈务概官。程昭月是內衙都监使，屬上統軍使胡令公概官。郎君越過胡令公户部博弈务來管這些事體，奏請過大王嗎？我是大王親弟，內衙馬步軍都指揮使。郎君攻讦程昭月是為了私事還是國事？那自然是國事啊。私事才論兄弟，國事無兄弟。程昭月不過介選之際，福州之戰，才真正干係國運興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當知社稷福祉，在個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洪處謹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後，吴越軍乘勝追擊，與城中守軍夾擊南唐兵，唐兵潰逃，李仁達歸附，福州歸屬吳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軍敗退建州，福州守將李仁達上表自請歸附，江東南面行营800里，弄木報捷。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此為開疆拓土之功，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綱紀蓋聞，周道興隆，申伯遂荒於南土。漢文纂紹，宋昌尋長於衛兵，並命江東南面行營都招討養人權，拜中吳軍節度使、內衙馬步軍都統軍使，同參大政，封吳國公。臣叩謝王恩。江東南面行營都監使水丘昭勸，拜侍中。宣德軍節度使、內衙馬步軍都監使，領湖州刺史，封吳興郡公。臣叩謝大王。江東南面行營副都招討張雲，
拜兵部尚書、內衙馬軍上統軍使，領秀州刺史，封嘉興侯。臣叩謝王恩。江東南面行营副都招討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內衙步軍上统軍使，領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謝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，此战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督监各部，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，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軍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賜，唯九郎軍不賞，乃无是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亂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則軍前勳略亦應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領東府安撫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遠在八郎君之上。既不領郡，亦無封賞。同宗兄弟，自不該厚此薄彼。小家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过河拆桥了？阿娘，再耐心等等吧。啊，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。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別净想着那邊是你的親兄弟，那真娘也還是你的親妹子呢。兒子這個月內跑了2遭琉球，1遭三伏期，還不是為了給真娘置辦妝奁？還說不往外拐，淨想着往外給錢了。那邊的聘禮呢？你們這些小輩啊，心裡邊沒個成算，日子依着你們過，非過得精窮不可。不用。几個月不回來也就罷了，我也是能理解。回來了也不搭理我，那還回來做甚？你別鬧！我何時與你鬧過？算正事兒。行，偏偏你的事兒都是正經事兒，我的事兒都不是正經事兒。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兒啊。這與我有什麼關係？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妝。九郎的事，卻不宜久拖。吳相公倒是好敷衍，黃龍島的娘家人，卻不是什麼好脾氣的。台州的事，九郎立了大功。不要說一人10人刺史，就是賞賜再厚些，畢竟是姑的親弟弟，外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姑想再等等，
還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，让九郎上任，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。说来也是，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，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时任知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。官爵乃国家公器，哪里是可以买賣的？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使也还罢了，亲民官、领土治民，那是朝廷的脸面，断不容他这等商贾人士。那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怕他警觉，何承训那边先没有动。我要打草惊蛇，待他办完这桩差事，与何承训一并拿下。哎呀，走开！下去，全都下去！我都不急，你却急个什么？这一阵子，眼皮一直突的跳，一闭眼全是黛月那张血肉模糊的脸。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若实在不安心，程某倒有一计，可解都将之忧虑。婉儿过来。出手了我，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。说什么呢你？做这许多事，我还跑得掉吗？真当训前的是菩萨转世，那是吃人的海龙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主张？仔细说与我听，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，哪些事不当做。时机未到，时机到了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衡阳宰牛且为乐，未须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今何在？这小子起了疑心了，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你如此谋划，是要谋权，还是图财？都不是。不甘心罢了。换作是你，他们兄弟几个把你当猪一样养着，
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还要待宰不成？你玩的太大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这吴越钱家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便说是那个小九郎，在汴梁之时，也是头角峥嵘的，不是个好乡人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拿官爵吊着我，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。50万斛粮食拿不到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所以现在，什麼時候動手，我說了算。你這又是在作什麼妖啊？大半夜不睡覺呢，跑我這兒做什麼？七哥，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對付程昭月吧？你胡說什麼？六哥應該是盤算着等他湊齊了那50萬斛糧食，再對付他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哎呀，我這次來呢，是想請七哥向六哥帶兵。若真是為了此事，大可不必再等。那山岳社是買賣家，既不屯田，也不種地，那50萬斛糧食，朱宗還是要出在朱身上。弟弟有個更好的法子。什麼法子？你們果然是要對付他。主郎，你郎君，親衛第一都指揮使何承訓求見。七郎君，九郎君，小人有絕大機密事要出手。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月。你胡說什麼？一個小小的都頭，構陷國家大臣，你不要命了？小人萬死不足惜，指望兩位郎君聽完小人的話。既如此，你便說說，你出手成都監使，因何罪名啊？小人出手程昭月，火焚內庫，謀害先王，戕害宗親，3項大罪。何承訓固然是個小人，可他手上好歹有個親衛都，戍守皇城，
這份緊要，得身小诸多密事，你何苦逼反了他呢？即使小人遲早会反，何必在意？话虽如此，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，坐实良机，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？2个月前，福州战事正狠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毀棄，王城空虚。若彼时当机立断，如今大事已成，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？是啊，若彼时当机立断，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，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處，与我這個渾身沾滿銅臭氣的商賈喝悶酒啊？前言有意的不是程某，是坐在金陵城裡的那位唐天子。勾結南唐，意圖造反。何某是如此說的。此事說不通啊！勾連公卿起列，賄賂公行，為了掩蓋行跡，竟然連夜火焚內庫，致使先王薨逝。此等大罪一旦揭開來，莫說他沒有根基的一代商賈，便是國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，也難逃族誅。正是因為他是一介商賈，不是什麼公卿士族，此事才說不通。數月之前台州案發，孤當時便許了他浙東營田大使的差遣，其權勢威服可比肩宰之，經濟之力更是不可勝數。在商人的心裡，錢比命要緊。這金陵到底許了他什麼呀？程兄，你我不過是一介商賈，商賈為何為四民之末？程兄，前王再器重你，也不過是給了你一個內都監使的虛職，既不讓你帶兵，也不給你錢糧，被人家當豬養着呢。陛下氣量宏遠，許你時任防御使，出鎮潤州，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帥駐節之地，城池高固，人義廣盛，如此宏恩，已經油閒不足，張口便要個什麼鎮東軍節度使。金陵朝堂之上，多少勳臣眾將，追隨2代天子幾十年，迄今尚未終結。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？鎮東軍節度使，鎮東軍節度使，啊，記起來了，鎮東軍節度使，那已經是2個月前的價目了。雲清兄，這是官僕，是要押輸營的。福州之戰，唐軍勝了，吳越國中人心崩壞。到那時，莫要說一個潤州防御使，便是再低一等的團練使，程某也要感激涕零，叩謝天。可惜呀，你們不爭氣，福州城下一場大敗，金陵天子聲望有損，吳越國中局勢穩固，前世兄弟聲威正盛，讓程某於此時逆勢而行，區區一個鎮東軍節度使，自然遠遠不夠。那你要什麼？不多，鎮海、鎮東2鎮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鎮杭州，封吳王。一舞劍氣動四方，天地為之久低昂。雲清兄，如何？
国中的形势，七郎是知道的。几个月的战事下来，府库几乎为之一空。大战得胜，固然是幸事，可是犒赏三军，却又是一筆大花費，錢糧從何處來啊？這幾日，幾位相公大餐，頭髮都白了一半。九郎揭開了台州的案子，固然是一時痛快了，可想填上這個窟窿，50萬戶的糧米是免不了的。代運的案子，內庫失火的清流，這麼多年來，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，可姑卻一直忍了。午夜夢回，多少次姑夢見父王，父王質問姑孝悌何在？為人子者，不能報父母之仇，那還算是人嗎？大姑還是忍了。山岳社每歲為朝廷庫藏捐輸糧米25萬斛，銀10萬，絹10萬，善財難捨呀。姑這個吳越的大王，捨不得這筆錢，姑已有決策。程昭月這賊子，若是能拿出50萬斛糧米，為姑填上台州這個窟窿，這殺父之仇，此生此世，姑不再與他計較。不孝的是姑，與你等無干。王兄，何至於此？可如今卻是不成了。殺父之仇，姑能忍；叛國之罪，姑卻不能姑息。臣弟謹遂，覲見陛下。弘济自润州的急報回來了，南邊的事情這2日便有眉目了。陛下，程昭月不過是一介商賈，其言不可聽，其人不可信啊。皇考當年不過亳州開元寺的一僕役，太后亦不過是內眷一婢女，咱們家當年還不如一個商賈。臣失言。皇兄，福州戰事已終，前事已無外患之虞。這程昭月在杭州無權無兵，縱然有心，怕是終究難成大業。若只是一個程昭月，朕原本也不抱什麼希望。誰叫他錢家出了一個不安生的余障子，鞭笞縣令，凌迫士紳。東南諸州現在是怨聲載道，朝中重臣大將人心浮動。程昭月此時居中聯絡，或以惠行，或以恩施。杭州城內現在是錢流激盪，大亂在即。弘濟已在潤州提調三軍，只等大亂一起，立刻劍指錢塘。是時候跟吳越這個老冤家算算明賬了。卻不知
這程昭月說反了哪一位？旁人倒也罢了。上统军使胡进思是3朝元老，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，有他的元首，弘济和程昭月的这桩买卖，10分倒有8、9分能成事。若真天遂了人愿，这个节度使，朕给他程昭月又有何妨？胡进思，父亲，父亲，7郎军和9郎军半个时辰之前叫開了通越門，聯袂入宮。你做工部尚書多久了？5年零3個月。与你的才具，想做宰相，確實勉強了些。兒子本也沒指望，父親在，大王也不可能讓兒子進相府。一部尚書5年多，兒子知足。你倒是知足了。你那些弟弟們呢？你的兒子們呢？我9時了，你弟弟才14，他的富貴，你當兄長的不操心，我這當爹的還能不操心？亂世偏安，貧賤未必是禍，富貴也未必是福。父親，不要學那些文酸錯大，看見把刀就要念阿彌陀佛。60多年前在蕭山，你老子從山腳一路砍到山頂，砍壞了7、8刀，渾身上下都是別人的血。富貴貧賤都是這把刀，這把刀在自家手裡便是福，在人家手裡便是禍。胡進思，王兄，程昭月一介商賈不可慮，然則胡進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戰天下的老臣，久在軍中，威望卓著。雖說這些年來不曾出點外軍，然則軍中眾將皆曾為其部屬，還兼着內衙軍的上統軍事。此老若是與程昭月互為表裡，聯手作亂，王都之內歷史便要掀起塌田大亂。可臣弟怎麼都想不通啊！胡進思，軍中元榮，3朝元老，與程昭月暗中勾連，圖謀逆反，這總得有個緣由吧？胡進思一把年紀了，與吳越前王家3輩子的交情，竟答應你去趟這趟渾水，為了一個史相的虛名。中原換了10幾個天子。在程某看來，天下之事皆是買賣，有買就有賣。為了富貴權勢，子弒父，弟殺兄。石敬瑭更是連燕雲16州都賣予了契丹人。3輩子的交情，3輩子的交情，3輩子的交情又能如何？眼看着一去
倒反的，只一事情，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。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，只因外戚一亲，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，换作是你，能忍否？胡进思虽名节高，但始終不得見荊節，亦不得入相府，日子久了，相生怨懟，又有何想不通的？七哥，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兄弟怕是什麼都做不了了。九郎說的有理，胡進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權，又在當今代運之上，但是這自成玉羅城的防務也是繞不開他去。此人若是反了，這杭州城內怕是連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員可信之將都沒有了，連秦從都都用不得了嗎？秦從都指揮使是由6個親簡，指揮使之下是有上統軍使，於外鎮各都理領選，再就是內都監署，以3-1之數全續簽押。胡進思上統軍使，程昭岳內都監使。如若此2人真的暗中勾連，圖謀逆反，那這些年將秦從都上上下下換成自己人，不是難事啊。九郎可有法子？那就要看6哥到底想處置誰了。若是程昭岳，發一道王命，宣他來此，我們兄弟3人一人一把刀子，就能把他給解決了。九郎，這簡直是胡鬧！王兄乃一國之王，7個傾倒險境。那七哥說個法子。九郎，若孤想處置的是胡進思呢？那臣弟也沒法子了。胡令公的年歲，比咱們兄弟3人加起來還多30多年啊！弟弟的這些花花腸子瞞不過他。而今之計，是要想個辦法，將親從都和親衛都給調出去，暗中指揮姑父、水秋公、養元2位大參，再就是吳伯父，請他帶着儀仗家甲入子城親王。差不多有700-800人。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，率着兵打進來，那臣弟就帶着這700-800人給他亮刀子。胡令公也是90歲的人了，說不準一口氣沒上來，那6哥便還是吳越的王。那若是臣弟要是沒撐住，在父王那兒也能替2位哥哥打個前站。調親衛親從6都出子城，以什麼名義？還得是程昭岳，私藏器械、甲仗，溝通帝國，命親從都和親衛都將他的宅子給圍住，緝拿歸案。既然各級軍校和程昭岳有所勾連，你若去拿程昭岳，他們又如何肯去？程昭岳不是胡令公，他沒帶過兵，未曾上過陣。縱然在軍中廣施財貨，那也只是賣法施恩。軍令驟下，就算有1、2死士，也一時難名虛實啊，總是要亂一陣子啊。只要不給他們串聯鼓噪的時間，以快打慢，將他們給轟出子城。到時候，北門、通越門一關，內外之勢一成，他們再想回來，只能爬城牆打進來了。那胡進思這樣的3朝老臣都靠不住，你又如何知道這宗親和戚烈能站在大王這邊？七哥呀，七哥，若是真的讓賊子得逞，那倒霉的不只是咱們家3個，整個杭州城裡姓錢的，跟咱們家有姻親的，一個跑不掉。無妨。靠不靠得住，只需一個問題，便可得知他們是站在孤這邊，
還是與那程昭月有所勾连？你二人现在便提鼓去操一操。将军们这位前王，心胸手段皆是有的，才智计谋亦是不缺，只是年少继位，少经搓磨，又因着代孕之事，难免多疑善猜。在他心里，其實誰都信不過。你便是算準了此事，才敢如此弄險。他繼位之後，第一個打壓的便是宗親。又因着代孕之事，捎帶着連外戚也都防着，自家人不敢用，便只能用我這個外人。這5、6年的光景，秦松3都，秦魏3都，海一樣的銀絹祿米、錢財貨物散出去，也就將弄成今天這個局面。就算是你將內衙兵校全買通了，如今這局面，他們便能跟着你提着腦袋造反嗎？哼，自然不能。這許多的財貨花銷，我程某無非是買2件事：其一，讓前王心生忌憚，關鍵時刻不敢信用他們；其二，我做了5年多的內都監使，實實在在用出來的死士不過7、8人而已。即便是這7、8人，我也用不着他們冒死去攻打瑤台院。開門？不錯，正是開門。只要到時候他們打開通月門，放我的人進攻城即可。好大的一樁買賣！雲清兄，如今信了吧？這筆大買賣，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，關鋪的卻是一個勝率，4兩撥千騎。宗室不可用，外戚不可用，如今來禁軍，也不敢用了。王宮裡這位小前王，如今有誰人可用？大概只剩下他那2個好弟弟了吧？浙東營田大使，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東營田使司，統一提調明、台、溫3州的營田農桑事。各州自有營田司在，為何要設3州營田大使？台州、溫州營田使都壞了事，營田司內的貪瀆情弊也需查辦明白。這2個官署，怕是都靠不住了。營田大使名爵過重，大王主意何人？我奉王教，來問一問相公。溫州知州慎溫琪，內都監使程昭月2人，哪一個堪為浙東營田使？這還用問嗎？慎如玉是什麼人？那個姓程的是什麼人？一個是君子，一個是賊子。浙東營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，難不成還要叫一個賊子去做不成嗎？程昭月是個買賣人，慎溫琪是君子，可君子變不出錢糧。眼下台州、溫州的局面，須得一個懂得經濟之道、財貨營生的人，好生調理。浙東營田大使不能用君子，要用買賣人。諾。这些年我訓練了300死士，如今皆已潛入城中，藏身於山野，設各方死之境。只要通月門一開，
我便率他们直撲瑶台院，亲从亲卫6都不奉王教，不敢擅动。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，花出去的财货，子城之内可保无虞。到时候，福晋司将帅贾父萧山大营，以上统军使的身份，号令東西两府不得妄动。唯一可虑者，便是居于罗城内的钱姓宗亲和朱家外戚。我的人手实在太少，以340掌控牵制6都禁军已是勉强，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，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、家丁仪仗私兵，仓促间也能凑成1000人之数。我带了500人，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。如此说来，大事可成。浙东应天大事不能用买卖人。那参政的意思是用身份起，慎入于才学胆识尽有的，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。这个浙东应天大事，他做不得。2个都不用。最合适的人选其實是9郎君。9郎？9郎君乃大王親弟先王愛子宗室父親，曾於崇元殿上契丹天子駕前重傷張彥澤。袁參章，此時可不是說笑的時候。得着豈敢玩笑過世啊！9郎君傷的張彥澤，虎狼也好，蛇鼠也罷，自然也傷得。是大王派你来問的？洪處焉敢偽傳王教，誆騙水秋公啊！你是不敢，大王敢啊！备馬，我要進宮。走。吴兴公，事情有变。水丘昭劝，号稱吴越國第一君子，我在汴梁時領教過，是個狠角色。此人一夜入宮，定是聞到了什麼味兒。雲錦兄，你的人何時能準備聽到？無需準備， 1個時辰。用不得。好，大王興如此詐謀，試探宗親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國家有難，大王不幸宗親，不幸勳貴，不幸宰執，那吳越國之內，大王還有可信之人嗎？水秋公，勿惱，是孤用錯人了。以致這入京宮城之內，潛流激蕩，故實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劉元臣，滾進來！末將在。傳大王教命，令秦從第1、2、3都，親衛
第1、2、3都1個時辰之內到通远門披甲列陣，敢有遲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語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斬。末將，謹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功臣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論是宗親、勳貴，還是那些文武禮數，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膽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滿城盡是秦王之事。大王要誅逆，要拿賊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須行此鬼域之伎倆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營守持了40年的吳越，它不是中原。這裡沒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沒有能逍遙法外的逆賊。順修公，是何承訓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圖要……程昭岳？程昭岳是誰呀？他是在王都奉旨的一個國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據一方的藩鎮節帥啊！他有不軌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塗的主張，將數以千計的親衛親從調出此城，那些沒有了約束，又沒有了上官的那些禁軍，到了外城，該捅出多大的亂子！到那個時候，勳貴相互殘殺，禮數流離塗炭，安生了幾十年的東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洪处糊塗了。你何止是糊塗？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為自己是勇士了？當了一回南征的官軍榮使，你就以為自己是名將了？你那胡鬧，當計謀，國家社稷，豈能胡來？不該你逞能的時候，你偏偏耍小聰明；該你認真的時候，你偏偏犯了糊塗。一個程昭岳，他當不得那麼大動干戈。真正的兇險，是他背後，是他背後的那些南唐的細作，南唐才是我們吳越生死之敵。大王，洪處知錯了，我這便將那李元清給揪出來。站住！請大王賜九郎兵符。臣弟謹遵王教。帶着兵符去找張允。
水球公，姑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。顾派齐眉督护卫水球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城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。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牙马军政统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城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城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君见谅，末将沈城礼。吴越今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亂之警，城門亦不得開。還請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來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離營者斬。若要末將出營，還請郎君拿上統軍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來與末將看。本郎君沒有胡令公的令箭，那就請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過來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籃子放下來，本郎君上去與你說話。沈城禮啊，你也是從千軍萬馬裡廝殺出來的漢子。蕭山大營有我吳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麼？這都不敢？來人，放出來！那九郎君得罪了。
見過師中。家父年邁，已經睡了，請明日再來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。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問個清楚。胡教授剛才說讓我明日再來，是想告訴我，此事不用再問了嗎？既如此，師中請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，内衙右府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总督。王教兵符在此。查驗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刊合了。末将代办王事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軍4712員，馬軍1433員。戰馬多少？驮馬多少？戰馬2968匹，驮馬1844匹，走騾1062匹。夠用了。擊鼓巨將。諾。